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小米首次引进的 Mini LED 智慧显示器。我们这次开箱的是最顶规的75寸版本，全名叫做小米智慧显示器 S Mini LED 2025 75型，名字还是很长啊。没错，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履约100人以上敲碗的小米台湾首款引进的 Mini LED 智慧显示器完整实测。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之所以这么多人敲碗这台 S Mini LED 2025，答案显而易见。就是在面板规格更好、背光技术更强的前提之下，小米开出的价格已经比目前台湾市场你能买到很多采用传统 LCD 背光技术的机种还要更便宜了。我们这边也帮大家做好了重点规格表 ，S Mini LED 从最小55寸开始就有308区背光，重点还是超强的售价，居然只要18995，不到2万可以买到 Mini LED， 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扯啊。65寸有392个分区，而我身后的75寸拥有512个分区。重点，开价只要29995，3万不到。除此之外，这组 Mini LED 背光的硬体可以达到最大600尼特的一般亮度，以及1200尼特的峰值亮度，达到入门中阶的 Mini LED 机种表现。不过我更看重的是，小米不只是给了 Mini LED 背光，在面板规格上也丝毫不马虎，直接搭载了一片 4K 144Hz 的面板。稍后我们也会透过这组总价1万美金的软体和设备，实际来测色域色准。同时，影音玩家看中的 Dolby Vision IQ、Dolby Atmos 重点影音规格也都没有缺席，甚至这台还内建了 Apple AirPlay， 可以直接把 iPhone、iPad 或是 macOS 的画面无线投放到电视上。这点也是目前相对有诚意的内建功能。我觉得规格看下来就只差实测控光表现如何了。最后，为了感谢大家敲碗和等待，我们也同时准备了一台小米智慧显示器 A Pro 2025。然后跟我们先前开箱的那台不同，直接对标主角。我们准备的光是75寸的版本，开价只要19995，可以说是75寸传统 LCD 背光机种最超值的选择。片尾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对比，究竟19995的 A Pro 2025对比上29995的 S Mini LED 2025，这1万块的价差差在哪里？值不值得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准备好，那我就开始喽。我们还是先从外观设计看起。今天我们开箱的这台是来自小米的 S Mini LED 系列的小米智慧显示器 S Mini LED 2025 75型。我们直接来看外观设计，但外观我不废话，讲重点就好。今年的 S Mini LED 2025在外观上你必须知道3大重点。第一，正面采用主流3窄边设计，实测3窄边大概落在9到10 mm， 下巴比较宽，来到18 mm。底部这条同样采用塑胶材料，搭配上类金属法丝纹的表面处理，中间印上了小米 logo。开机的时候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白光 LED 指示灯，电视打开之后就会自动关闭，不会干扰你看电视的体验。另外，光线感应器也在底部这条，注意不要遮挡。最右边这里，小米也印上了 Mini LED 的清楚标示。第二 ，S Mini LED 2025同样采用左右2只塑胶角座，还是要提醒大家。这种角座设计靠的是预留晃动空间，抵消摆幅，所以你去摇它会稍微晃是正常的。不过我个人还是建议这种75寸的大电视，请直接上墙才是最佳选择。75寸的壁挂规格是400×300。最后一个重点，我们把机器翻到背面，可以看到这是 S Mini LED 2025在背面上半部同样采用了一体成型的金属背板，除了在外观上更厚实之外，也可以帮助 Mini LED 模组做到更好的散热效果。而在接孔部分，小米这次在 S Mini LED 2025提供了包括一个光纤，然后总共有3个 HDMI 2.1 接孔 ，eARC 在 HDMI 2的位置，所以 soundbar 记得插这里。不过重点来了，虽然照面规格上都是 HDMI 2.1，但实际上只有其中2孔，在 HDMI 1和2这2个孔位才支援最高144Hz 的讯号输入 ，HDMI 3最高是 4K 60，记得看清楚，不要接错了。另外这边也碎嘴提一下。如果你想要成功启用最高 4K 144Hz 的讯号输入，除了线要接对，接上后还要长按遥控器上的设定按钮，这边把 HDMI 讯号改成增强，然后开启 FreeSync Premium 的选项，这样 PC 就可以成功启用 4K 144Hz 了。这时候显示模式也会自动切换成游戏模式，可以叫出游戏工具列。看回接口，接下来还有2个 USB， 一个 3.5mm 音讯接孔，以及 RJ45 网络接孔。不过因为这台是有双频 WiFi 6的，所以其实直接无线连接速度会更快，没必要接有线。另外也支援了蓝牙 5.2 的规格。比较特别的是，这台的内建系统居然是采用 Google TV 14的系统版本，算是相当稀有啊。
唯一提醒，在入手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系统更新到最新，包括 AirPlay 的支援以及 FreeSync Premium 的启用才会比较正常。而在随附的遥控器上，还是小米这支经典的智慧遥控器，从开机到操作都是采用蓝牙传输的，对你也不用特别把遥控器对着电视才能操作。就算现在天气很冷啊，你的手在棉被里操控，也能正常操作。蓝牙遥控器就是好用。另外，这支遥控器也支援 Google 语音助理，只要按住就可以启用 Google 语音助理。比如你直接跟他说 Netflix， 马上就开，也可以控制智慧家居。遥控器下方也内建了 YouTube、Netflix、Prime Video 和所有 App 的快捷键，方便好用。按住音量向下3秒也会马上静音。供电上采用2颗小的4号电池。接着我们就不废话，直接进入到实测环节。今天我们实测的是小米智慧显示器 S Mini LED 2025 75寸的版本，面板上采用的是标准 4K 3840×2160解析度，并且一大亮点就是支援最高140Hz 高萤幕更新率的 BI 面板。显示上则采用 QLED 显色技术，也是目前做到高色域覆盖最主流的解决方案。而在 Mini LED 非常重要的处理器上，小米虽然没有公布确切型号，但根据4个 A73 的核心规格，然后还内建 AIPQ、AISR， 可以点灯 Dolby Vision 4K 120Hz 以及抓到的规格资讯，应该是发哥的 Pantonic 新系列的一员。此外还搭配上 3GB 的 RAM 以及 32GB 的储存空间，整体的操作体验相当流畅。而在 HDR 显示规格上，则同样支援 HLG、HDR10 Plus 以及 Dolby Vision IQ 3种主流高阶 HDR 规格。另外前面有提到 S Mini LED 2025的机身上是有光线感应器的，所以也可以做到随着室内光线调整萤幕亮度的功能。而在背光上，我们测的75寸 S Mini LED 2025拥有512个 Mini LED 控光分区，以2024的顶级标准来看不算特别多，但以3万不到的价格来说呢，这个价位有 Mini LED 就是直接越级了。Mini LED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快速帮平常没有在看电视的朋友复习一下。简单来说 ，Mini LED 也是 LCD 背光技术的一种，而所谓的 LCD 背光技术，就是在面板的后面需要有光源才可以打亮整个面板。而我们在说的 Mini LED， 就是目前消费性产品当中最新最强来把面板点亮的背光技术。相比起传统的 LCD 背光 ，Mini LED 最主要的优势在于每个灯珠的体积比传统的 LED 模组变小超多，所以在同样的面积下 ，Mini LED 的电视后面可以塞进更多的 Mini LED 小灯组。而灯珠数量变多，意味着可以做到更多的控光分区。这边就要讲到下一个关键字了，叫做分区控光。所谓的分区控光，看我们的动画就很清楚了。Mini LED 的每个分区都可以独立精准控制亮度，那画面的明暗对比就可以呈现得更加细腻，还原更真实的画面表现。甚至还可以直接把暗处的几个分区独立控制关闭，让画面达成超高的静态对比。以小米这台512分区的机型来说，大概就是初阶入门的 Mini LED 规格。但至少在这个定价的优势下 ，Mini LED 还是其他大多数品牌给不出来的一大规格亮点。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实测环节。首先来自 HDR 亮度表现，我觉得这也是小米这次换上 Mini LED 相比起传统 LCD 背光最有感提升的地方。经过我们实测，在 HDR 标准模式下，然后局部控光预设为高，在这个模式下，50%的显示面积就可以达到破1000尼特的峰值亮度，来到1100尼特。全萤幕亮度则可以达到744尼特左右，表现超出官方宣称的亮度，达到入门 Mini LED 的表现。并且我们也实测小米 S Mini LED， 虽然分区数量不多，只有512分区，但是在黑底画面下的光晕控制也来到水准之上。我们这边也实测几种不同的场景，比如说这种主体很明确的场景，都可以看到 S Mini LED 非常积极的调光。不过如果像是这种面积比较小的高对比场景，因为分区数量受限，在侧看的时候 Mini LED 的光晕还是相对明显。而若是遇到文字、烟火场景，那小米也是采用主流的控光策略，直接开启微背光，整体都是主流的控光表现。不过经过我们实测，在灰底白字下的光晕控制就相对一般，画素也会因为快速移动被吃掉。不过这很正常啦，2-3倍甚至4-5倍价格的 Mini LED 电视也都还是有一样的状况。不过这台的小亮点是 S Mini LED 在背光跟画面的速度表现不错，这边也提供快速移动的白圈和移动方块测试让大家参考。
绝对在常规水准之上。而在显色表现上 ，S Mini LED 同样提供了7种显示模式，其中显示器和游戏模式在外接讯号之下就会自动出现。我们也不偷懒，所有模式都测了，讲重点就好。首先，在色域覆盖上 ，S Mini LED 2025可以达到100%的 Rec 709以及90%的 P3 色域覆盖。那如果是看电影，希望追求色准，并且最少算法干扰的朋友，建议直接选择 Filmmaker Mode。经过我们实测，在 Rec 709之下 ，CCT 带落在6500K。CCT Delta E 表现不错，可以达到0.81，符合我们希望小于2甚至小于1的精准表现。不过在显色色准上，经过我们实测，色彩平均Delta E只有3.38，这个数字我们希望小于2才够准。所以小米这台在出厂时应该只有做 CCT 校正，但毕竟价格都摆在那里就是了。最大Delta E 6.58，整体色准相对普通。不过，就我们先前跟大家聊过的，电视这几年已经越来越个人化，模式的选择绝对没有好坏。所以在现场体验的时候，还是可以借个遥控器，把背光亮度调高，避免电视还在预设的环保级亮度设定，然后看看不同的显示模式，到时候在家优先选你喜欢的调教风格，绝对没错。此外，我们有发现，在标准模式下，在一些高对比场景中，仍然有机会出现亮部略曝，但又不到爆掉的状况。虽然很偶尔才会出现，但这个问题在开启 AI PQ， 也就是 AI 画面最佳化的选项之后，相对就很少出现了。对于画面的明暗表现会有明显改善，肤色的呈现也会更自然一些，而刚才提到的人脸略曝的问题也会有所解决。另外 ，S Mini LED 也支援 AISR 超解析度可以开启。此外，虽然 S Mini LED 采用的是 VA， 不过在可视角上的表现相对不错。而在抗反射效果上，就是常规的雾面处理，没有特别的惊喜。如果放在窗户旁边，还是建议拉窗观赏较优。而在 HDR 支援性上，经过我们实测 ，S Mini LED 可以成功串流 YouTube HDR 内容，显示模式也会出现对应的 HDR 选项。在 Netflix 当中，可以成功触发 4K Dolby Vision HDR 内容。在 Disney Plus 当中，也可以成功点灯 4K Dolby Vision HDR 以及 IMAX Enhanced。最后，在 Prime Video 当中，也可以成功启用 4K Dolby Vision HDR， 并且在 Dolby Vision 片源当中，也会出现 Dolby Vision IQ 的选项可选，主要串流都点灯成功。同时 ，S Mini LED 也支援动态补偿，在高级设定里面，这台运动补偿可以放心开高，在 SDR 片源下表现都如预期，没有太大问题。不过在 Dolby Vision 之下，在补偿积极度上会比 SDR 来得小。而在外放音效上 ，S Mini LED 直接内建了2颗12.5瓦的喇叭，实际听感在水准上，最大音量可以达到89分贝左右，音量够用。不过如果追求音效体验，还是建议上个 Soundbar， 表现提升会更明显。并且在外接 Soundbar 之下 ，S Mini LED 也支援了最主流的 Dolby Atmos 以及 DTS:X 2大重点规格。最后，我觉得今年 S Mini LED 2025的一大亮点就是智慧功能相当完整，包括采用了最新的 Google TV 14作业系统，并且因为处理器效能不错，搭配上3GB 的 RAM 以及32GB 的存储空间，整体的流畅性相比我们先前介绍过的 April 2025有非常巨大的提升，也绝对是目前台版你能买到系统最顺的小米电视。另外，上一集有观众想知道萤幕亮起的速度，实测在待机下按下遥控器，2秒背光亮起，3秒多不到4秒进到系统，速度相当快。此外，采用 Google TV 最大的优势就是市面上几乎所有串流平台的 App 都有支援，大家自己看看是否有需要的，没测到的也欢迎底下留言。主要串流像是 Netflix、YouTube、Disney Plus、Prime Video、Max、Apple TV Plus 都有，然后本土平台像是 Catch Play、My Video、Hami Video、DTV、动画风等等都有。而在智慧连接功能上 ，S Mini LED 除了内建 Mirrorcast、Chromecast 可以轻易的把 Android 装置同步到画面上之外 ，S Mini LED 也支援了 AirPlay， 可以直接把 iPhone、iPad、macOS 投放到大荧幕上。唯一记得要先进行系统更新，连接的选项才会出现哦。而在电脑和游戏机的连接体验上，我也帮大家实测。现蓝色 Windows 实测2个 HDMI 2.1 孔位都可以达到 4K 144Hz 10B 的画面输出。我们也实测了2大游戏机平台的支援状况。首先 PS5 Pro 的支援非常单纯，主要就是看是不是可以成功点灯 4K HDR， 然后 120Hz 高萤幕更新率，还有 ALLM 和 VRR， 经过实测全部都有，完全给过，没问题。接着来看比较复杂的 Xbox Series X， 出现惊喜啊！这台居然可以成功点灯 Dolby Vision 4K 120，然后所有的格式也都点灯成功，看到所有勾勾勾起来都是舒服啊！最后顺带一提 ，S Mini LED 内建 CEC 功能，
所以你可以直接透过这支智慧遥控器简单控制 PS5 Pro 的操作和开关。好啦，节目来到了尾声，最后的时间我们就来聊一聊选购建议。我这边也特别准备了一台 A Pro 2025 75寸的版本进行对比，实际带大家来看这1万的差价差在哪里。那我这边统整了5个最重要的差异，那些在外观上的小差异我就 pass 不讲了，只讲我觉得会有感的地方就好。首先讲2个一般用户会有感的地方。第一个最有感的，我觉得就是系统流畅度，包括开机时间、App 切换的流畅性都有大幅提升。如果你入手 A Pro 还需要另外买电视盒子的朋友，那这2-3千的价差又更接近了，应该就直接升级 S Mini LED 吧。第二个有感的差异就是全萤幕亮度。如果家里电视旁边就有窗户，会有阳光洒进来，那 S Mini LED 更高的萤幕亮度可以比较好的应付高环境亮度的问题。接下来3个就纯论影音体验。第3，先说 Mini LED 的表现，在关窗之下 ，S Mini LED 在观看《怪奇物语》这种高对比的场景时，绝对会比 A Pro 更加从容。但我觉得对一般用户来说比较有感的是，现在一堆影集都喜欢挑战各种低光场景进行拍摄。虽然说 S Mini LED 会受限于512分区，不过明显更高的全萤幕亮度还是胜过 A Pro 2025的。第4，我绝对会把票投给 4K 144Hz。如果你有家机游戏需求，像是 PS5、PS5 Pro、Xbox Series X 等等，那没有任何理由入手 A Pro，S Mini LED 才是你的归属。第5，最后一个选购差异，等你实际到现场体验后回来回报，记得回来留言。整体来说 ，A Pro 2025的目标还是相当明确，就是提供只是需要电视的朋友一个更均衡、更超值的机种选项。而只要你有游戏需求、更高的亮度需求，那 S Mini LED 马上就会脱颖而出。同样是价格打出来，没有任何对手的存在啊。除了 Mini LED 具有分区控光、更高亮度，然后还给了 4K 144Hz 面板这几个优势规格之外，系统流畅度还有实在稀有的 Google TV 14系统版本，甚至内建 AirPlay 都是亮点。最后还是要说说对小米 S Mini LED 的期待。第一，我一定会把票投给塑胶角座，规格都已经上了 Mini LED， 换个质感更好的角座不为过吧。第二，我会把票投给抗反射涂层，这台还是用着一般的雾面解决方案。如果可以用上个更好的抗反光涂层，那体验会显得更高阶。最后，我会把期待放给整个系列，期待小米接下来可以引进更高阶的 Mini LED， 甚至 OLED 机种，到时候再来开给大家看。好了，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底下留言啦。我是绿子，那我们下次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A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